塞尔维亚处于开战边缘，这场由美国挑动的危机考验着欧洲政客的智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彦少。塞尔维亚被中国人称为欧洲的巴铁，武契奇力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从中国引进技术资金发展经济，还采购了中国的多款武器装备。在新冠疫情爆发时，又主动求助于中国，进一步拉近了中塞两国人民的感情。然而，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，欧洲大陆又因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冲突而面临着开战边缘，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悲剧。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。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为期78天的战争结束后，科索沃在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下，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，但中国、塞尔维亚等国至今未予承认。北约的科索沃和平实施部队、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目前都驻守在科索沃，而且科索沃还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在申请加入欧盟。近日，科索沃的局势发生动荡，当地的塞族和阿族的矛盾加深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表示，由于科索沃当局的行动和欧盟的不作为，塞尔维亚处于与科索沃开战的边缘。12万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与168万科索沃的阿族人几乎势不两立。先是科索沃方面抓捕了塞族前警察杰扬潘季奇，原因是科索沃要用当地的车牌取代塞尔维亚的旧车牌。科索沃当局出动特种部队，对来自塞尔维亚的车辆和行人进行封锁。塞方则指责科索沃当局煽动有组织的恐怖和种族清洗。这场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由车牌更换引发的社会事件，而本质上还是科索沃的独立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更换车牌是科索沃要从塞尔维亚分裂出去所走的一大步。基于这次科索沃当局对塞族的欺压，再加上欧盟的不作为，美国在背后的力挺，塞尔维亚在涉及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几乎被逼到了墙角。武契奇直指科索沃当局已经和美国达成了默契，并对此前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缺乏尊重。要注意，他指责的是美国而非整个欧盟，这里面有外交策略的因素，但是也明确地指出了危机爆发的根源。那么美国为什么希望再在欧洲塑造另一场战争呢？可以说是为了达成一石多鸟的目的。首先，在俄罗斯无暇顾及的情况下，推动科索沃独立的契机已经成熟。默克尔日前坦陈，签署明斯克协议给乌克兰为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做了准备，赢得了时间。现在欧盟也在告诉塞尔维亚，如果承认科索沃独立，就能够加入欧盟。普京当年就轻信了西方，所以才有了俄军现在面对乌军难以速胜的情况。武契奇不可能接受欧盟的诱惑和欺骗，也不可能在涉及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让步。为了逼迫塞尔维亚就范，所以才出现了在欧洲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，科索沃违反协议的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。现在他们引爆冲突，就是逼着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独立，或者说是迫使塞尔维亚在战争与国家被肢解之间二选一。其次，美国要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，加速热钱和制造业流向美国。欧洲国家在军事战略安全问题上是一盘散沙，再加上白左的所谓政治正确，导致明明看到了在美国的搅动下又一场军事危机在酝酿，但却没有力量去阻止，而美国利用的正是这一点。现在欧洲的能源价格高企，正是美国吸引欧洲制造业流向美国的好机会。美国也需要欧洲热钱继续买其国债，帮助美国的经济渡过难关。最后，通过一场军事危机，美国想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在欧洲腹地的重要战略支点，甚至推动北约的进一步扩大。塞尔维亚是欧洲少数不听美国话的国家，而且与俄罗斯关系特殊，与中国也有着极为密切的战略互信，所以美国推动一场危机来打击塞尔维亚，并与此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，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阳谋。总体而言，科索沃问题虽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，
但是现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战争危机，与美国人在背后的煽动，以及欧盟的不作为息息相关。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收割欧洲还不够，还要再加一把柴火，考验武契奇战略定力和决心的时候到了。而这场危机同时也在考验着欧洲政客的智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